在北疆自驾一圈要花费多少钱？上一期的语录书发布了北疆自驾环线的内容，很多朋友都问这个问题。那么这一期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问题。我在上一期的视频里总结，北疆环线会用掉你18天的带薪假期，但其实我在北疆一共待了20天。当时在克拉玛依和乌鲁木齐，为了整理路线和购买物品，各多待了1天。在这期视频开始之前，各位朋友不妨猜一猜，以落地新疆为开端，离开为结尾，刨除往返的机票，在新疆待20天，自驾一圈，大概会花费多少钱呢？可以把你的答案打在公屏上，在视频的最后可以看一看是否猜中。在新疆自驾一圈的花费，我把它分为以下几个部分：交通、食宿、景区花费和购物。我们一个个的来说一说。首先交通有3部分的花费：租车、高速费和加油。作为我国最西部的地区，从任何一个城市开车到达新疆都是一段不短的行程，所以大部分朋友去新疆还是会选择落地租车。我一般会选择专门的租车平台租车，相对来说更方便和省心，也比较有保障。在这里要提醒一下租车的小白同学，无论你在什么地方租车，一定要检查车辆的状况，一些划痕和磕碰记得拍摄视频留存，同时也要问清楚，万一发生事故，保险的理赔流程和你需要承担的内容是什么。对了，最后出发之前记得要检查玻璃水是否有备用。这次我就忘了检查，在去伊犁的时候用完了玻璃水，结果在路上挂了一路的小飞虫。租车在淡旺季是有价格浮动的，我是9月初到的新疆，不知道算不算旺季。平台的价格一辆轿车在130左右， SUV 的价格稍微贵一些，每天160元。因为租了20天的车有一定的优惠，一共花费了3058元，平均一天152元。说实话不便宜，也基本上是新疆自驾较大的一笔花费。新疆地界广袤，上路就会有花费，高速有高速费，有的国道也要交一些费用。最贵的花费在福康去富蕴这一段，一共交了3次费用，花了108元。其次就是伊宁到那拉提的91元。北疆环线全程将近2800公里，高速费一共花了568元，在合理范围之内。加油，新疆的加油很有意思，每次加油只有司机能够开车进去，不能载人。每次进门要刷身份证，然后在加油机上再刷一次身份证，才能够顺利加上油。新疆的油价尚可，92号6块5左右。在新疆待了20天，一共加了7次油，一共花费1748元。所以交通这个选项，租车3058，过路费568，加油1748，合计5374。这部分费用若不是自己开车，基本上是必花的，而且上下浮动差别不大。接着我们来说一说食宿。先说吃饭，在上一期的视频里，我有很多次都强调一定要吃早饭。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很有可能大部分时间一天只有2顿饭，早饭和晚饭。因为在路上有时候一开车就是1天，很容易你就会错过饭点，一顿丰富的早餐可能是路上非常重要的能量来源。而在行驶的路上，我会购买一些补充能量的物资，或者比较简单的自热食物，一来节省时间，二来嘛，就像在赛里木湖，谁能够拒绝面对这般美景来一份黄豆猪脚饭呢？吃饭的费用来说，喀纳斯与禾木的价格相对较贵，在禾木简单的2个菜加米饭也花了150元，其他时间的饮食价格都还比较正常。一份锅焖羊汤108元，辣子鸡加一份炒菜98元，羊肉串4元一串，烤包子3块5一个。单价最贵的一道菜是布尔津的冷湖鱼184元，最便宜的是一个肉囊10块钱。如果不是吃非常特别的食物，其实在吃方面的花费和你所在的城市去餐馆差不多。在北疆20天，正餐加零食水果加路上饮水，一共花费3146元，零食和水花费626，正餐2520，日均158元。再来说说住宿，我到达新疆是9月12日，不知道是不是疫情的原因，基本上房价在150以内，最贵的是禾木的小木屋301元，最便宜的是独山子的酒店93元，并非都是经济酒店，也有很多不错的自建客栈和大型酒店。
也有体验蒙古包，也不贵，120元。虽然我没怎么拍摄我住的地方，但这一路下来，我真心觉得我住的挺不错。很多朋友关心喀纳斯的住宿，喀纳斯的图瓦村和白花的价格，可惜我也不知道，大概和和睦300多的木屋差不多，因为我住的是贾登峪的酒店，一天130元。但这个也不能作为旺季的参考，毕竟喀纳斯和睦的小木屋也曾飙升到几千、1万一晚的时候。住宿的费用总计下来，这20天花费2788元，日均140元。食宿花费5934元，这部分费用其实是有点偏高的，特别是吃占的比较多。但没办法，新疆太好吃了嘛。第3部分景区花费，有一些朋友在上一条视频里评论，这一路去的都是一些景区，虽然我自己非常喜欢自然原生的地方，但对于景区也并不讨厌，毕竟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有足够的时间去深度探险。特别对于第一次去某地旅行，有时候景区也许是体验一个地方更有性价比的选择。新疆收费的景点不少，与路书的这圈环线一共去了9个收费景区，除了赛里木湖可以自驾，剩下的8个都需要门票和区间车票。按照单人花费情况如下：天池天山门票155，包含区间车票。如果你还要上马牙山，还要再掏220元。乘坐画舫游船全程80，半程45。如果全程逛天池、游画舫登马牙山，总共会花费455元。额尔齐斯大峡谷116元，包含门票与车票。内部徒步去骆驼峰坐的区间车又加了10元，总共花费126元。3号矿坑80元，包含门票、车票和矿洞。喀纳斯2日内门票加区间车票270元，观鱼台门票加车票40元，白哈巴门票加车票75元。3万和码头的车票免费，共花费385元。码头坐船的船费是120元，骑马的价格免码标价，短程价格150以内。以上2项我未体验。和睦加景区车102元，和睦村内的公交车可以免费乘坐，骑马的费用比喀纳斯稍微便宜一点，但我也没有体验。五彩滩门票90元，这个没有景区车，因为景区太小了，没有坐车的机会。乌尔河魔鬼城门票加区间小火车62元，内部有可选择的花费，冲沙小车、骑骆驼和滑翔机。就算你不购买这些，也完全不影响你在魔鬼城里的体验。赛里木湖门票75，绕湖自驾没有收自驾车费，这个还是比较有良心的。那拉提草原门票80，空中草原车票30元，雪莲谷车票50元，盘龙古道车票30元，停车费用5元，总花费195元。那拉提还有2条线路，其中去乌尔焦塔线还要120元。如果一定要选择自驾，那就是门票80加300的自驾车费。这些景区都有附加的旅行项目，比如骑马、滑翔机、坐船等等，这里我就不算在花费里，仅算门票和景区车票的费用，花费算下来一共1205元。进景区的话，这部分费用也是浮动不大，门票和景区的钱必花。当然，新疆很多在路上的景色也非常漂亮，像阿巴县、布尔津去喀纳斯的沿途、独库公路等等，景色也不输景区的风光。但是你要说，我就看看路上的景色，不进景区行不行？行是当然行，但是那也会让你错过更多。像喀纳斯与和睦、赛里木湖、独库公路，我个人认为这是北疆环线前3位的景色。除了独库公路是免费外，剩下的这个钱真的可以花。最后购物花费，这个就比较自由了，可花也可不花，主要是买一些必需品、纪念品和一些旅行的礼物。我这部分的主要花费是在新疆买的干果，乌鲁木齐的华林干果市场支出1000多元，给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寄出去一些，然后买了一些冰箱贴和博物馆的旅行文创产品，这个我们可以预留1000的费用。所以总结下来，交通5374元，食宿5394元，门票1205元，购物1000元，总计12973元。20天算的话，这个价格在合理范围之内。如果省一点，单人1万元应该也没有问题。如果你是2到4个人组队去新疆，这个个人均值是可以降低的，吃饭、租车、住宿、加油、过路，如果大家平摊，我认为人均价格可以减少到8000上下。所以出门还是人多划算，快看看你的联系人，约上他来一趟说走就走的北疆之旅吧。
好了，各位，以上就是雨露书北疆环线的花费情况。如果你走这条线路不算机票，预算在8000到12000左右比较合适。这和你一开始猜的数字是否接近？看寻游录一件故事，这里是雨露书，关注雨露书，让我们下次路上见。